我的职业明明是脆皮弓箭手，可血量却高达10万余，比终极大 BOSS 还要肉。只因我觉醒了唯一的隐藏天赋——天罚之手，每次普攻都能永久增加1点生命，并附带最大生命值1%的真实伤害。而这种天赋，只有第一个看完8小时宣传片的玩家才能得到。前世，游戏降临现实，一切装备属性都能带到现实中。我虽是个高玩弓箭手，可却根本没法和觉醒大佬对战。直到死前，我才从他嘴里得知，原来觉醒的秘诀就是看完那8个小时的宣传片，再睁眼，我竟回到了游戏发布那日。这次，我毫不犹豫戴上游戏头盔，进入游戏，将8个小时的宣传片逐帧观看。恭喜玩家第一个看完宣传片，奖励无限级天赋石1个。丁，已进入转职界面。玩家选择职业弓箭手。现在该使用天赋石了，也不知道能觉醒出什么天赋。恭喜宿主觉醒天赋神罚之手。效果1，每次普攻造成自身1%生命值的真实伤害。效果2，每次普攻永久提升1的生命值。这天赋也太变态了吧！效果不限于皮带沾尿素，边打边消毒。欣喜过后，我立马来到新手村开始练级。1级的红眼兔，正好拿来练练手。丁，造成伤害8。哦，这可是个好东西。我记得前世只要提交红眼兔任务时，将原本需要提交的100个红眼增加到1万个，就能得到一个特殊技能，增加攻击距离。虽然这对法师、牧师这一类职业相对柴类，但对于我这弓箭手来说，简直是逆天。来吧，让哥哥好好疼爱疼爱你们。1只，坤之，3只，8只。哼！丁，你的天罚之手天赋提升到2星。效果1，每次母攻造成自身2%生命值的真实伤害。效果2，每次母攻永久提升2的生命值。就这样，我又开始刷起红眼兔。开服这么久了，这人怎么还在杀兔子？终于凑够1万颗红眼了，现在该去交任务了。伟大的冒险者，你是个毅力非凡的人，我将给你特殊奖励。丁，恭喜你完成红眼任务，特此奖励经验值1000，技能普攻增幅。技能学习成功，攻击距离增加5%。技能可随着时间增加熟练电，最多增幅50%。以我现在的体质，在现阶段就是无敌的。村长，我要接着接取任务。怎料村长竟对我邪魅一笑：“勇敢的冒险者，你已经完成新手任务，现在去猎杀魔王吧。”啊，村长，你这是让我2级去猎杀魔王？果然做不到嘛！既然如此，你就去猎杀10个 BOSS 吧，我将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奖励。我原本想过这个任务可能会有后续，可没想到竟然会这么离谱。老村长向你发布任务：猎杀新手村10个 BOSS， 任务失败惩罚，剥夺你的技能增幅普攻，任务奖励未知。任务截取成功。既然这一世有了神级天赋，那自然要挑战不可能，登临巅峰。离开新手村，我当即前往了10级扭曲树人的地盘。这种怪物十分难缠，血量足有1900，而且还有藤条和复苏2个技能。伤害0，真实伤害426。幸好有神罚之手的真实伤害，不然凭我的攻击，根本没法破开防御。我跳出草丛直面树人，他1900的血量也不过是我5件的事情。越级杀怪给的经验值很高，只杀了20之后，我就升到了3级，甚至还爆出了1只复苏戒指。虽然品质一般，但是这种戒指在前期可是好东西。直接卖了吧。出售成功，炸天帮周仓购买了你的装备。玩家炸天帮周仓申请添加您为好友。炸天帮的人
上一世炸天帮可是游戏里前10的超级公会，拥有100万帮众。游戏降临现实后，更是迅速成为世界前50的大势力。炸天帮的人加我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帅到被人砍，你好，冒昧问一句，你这复苏戒指做什么得到的？有偿获取。刷怪爆了，我回了一句便不再说话，继续刷怪升级。怎么不回话了？不行，我得去找到他。谁是帅到被人砍？我是买你戒指的，屌到被人骂。这不是在新手村杀兔子那小子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哦，他怎么伤害这么高？这游戏难道刚开服就有外挂了？周仓僵在原地，毕竟他们精英团的那些人加上装备攻击力才堪堪破百。帅哥，求带飞，有偿哦！我本想拒绝，接着刷怪，可突然想到了病房里昏迷的妹妹，便改变了主意。唉，可以，不过我要30万。什么？30万？今天之内带你上30级。就算这样，你这价格也太高了。再给你加一套10级的精英装。哦，大佬，你别骗我啊！10级的精英树人就能掉落出一套整装，虽然很看概率，但只要刷的足够多，自然可以做到。好，我现在给你转。你先在这等会儿，我先办点事儿去。好，大哥你可别骗我，我这挣钱也不容易。我操，大哥，做事要讲良心，讲良心啊！我自然没有跑路，而是先退出了游戏，拿着钱去医院给妹妹交钱手术。妹妹，这辈子哥哥一定会治好你的。重新登录游戏，来到了扭曲树精的刷新地。哪有良心啊？出来混没有一个讲义气的。啊！大哥，你没跑路啊？跑什么路？别墨迹了，赶紧入队。啊！帅哥，这个经验值分配是不是填错了？要是嫌多，我可以给你降一些。不好好练习，给我发什么视频？会长，你看看，有惊喜！现阶段怎么会有人做到这么流畅的走 A？这钱请他喝茶，顺便问问他是哪个工会的，一定要把他挖来，年薪1000万。好，我问问。互接要不要？必须要啊！3000。这儿多的7000，是请你喝水的钱。嘿嘿，帅哥你这么屌，隶属于哪个工会啊？3人。哦，那要不要加入我们工会啊？福利好，会长还是美女。加入工会之后就要平分奖励，还要做无聊的任务，对我来说百害而无一利。下次一定。
每秒可以恢复50点生命，还不受攻击打断，而且还可以对承受的物理攻击反伤10%，妥妥的肉装神器。由于你击杀了大量扭曲树人，引起了扭曲树人王的愤怒，他将抵达战场，请速速撤离。帅哥，出 BOSS 了，打不打？当然要打了。你已被踢出队伍。帅哥，这是啥意思？我可花钱了，顾客就是上帝啊！我只说带你到10级，可没说要和你共享 BOSS。帅哥，做事要讲良心啊！BOSS 首杀都会有奖励，如果是独自完成击杀，奖励只会更加丰厚。他要是在队伍里，我得少拿多少奖励啊！我操！11万的血量，这谁打得过啊？不愧是 BOSS， 命中弱点都无法暴击。普攻一下400血，这还怎么打？不得被抽成臊子？不是哥们儿，这游戏刚开服就有挂了？既然我血量足够厚，就没必要躲闪。致命打击，这到底是哪路神仙？我一定要将这人拉入炸天帮，一会儿就把我炸天帮少东家的身份坦白，他肯定能加入我们炸天帮。大佬也会空剑啊？不对，有人想抢 BOSS。拉我组队 BOSS 评分，不行。不好，是锁血镜，游戏才刚刚开服，他怎么会有这个？这是锁血镜的效果，它能强行把人的生命值降到最低。我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，血量已经从1万多点变成了数字1，刺客已经冲到了我面前。再见。那是刚才打树人掉的复苏戒指，虽然它只是普通装备，但有一个属性，每秒回5点血。就在锁血镜的效果结束那一秒，复苏戒指生效了。复苏戒指生效了。刺客的匕首刺了过来，我没有做复杂的躲避，只是稍微侧了侧身子，匕首扎进了我的肩膀，带走了一点伤害。还好复苏戒指生效了。刺客愣住了，你居然没死，这怎么可能？糟了，现在技能全部进入 CD 了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反击的机会。我站稳身体，直接近距离拉开了长弓。这一剑的伤害非常高，刺客化成白光消失了，地上掉了一堆碎片。与此同时，那只扭曲树王也因为流血过多，倒在地上死掉了。几道金光落在我的身上，我升到了7级，升级会自动补满状态，我的血条瞬间回满。大哥，刚才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要被秒了。锁血镜加复苏戒指，运气
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先看看战利品。我走过去捡起了一本技能书，那是 BOSS 掉的奖励。自然意志，听起来是防御类的技能，正好弥补我目前的短板。这个技能可以给我提供护盾，护盾值应该和我的属性相关，还能防止被控制。有了这个技能，我的生存能力更强了。手杀任务已经完成了一个。我带着周仓继续往森林深处走去，准备寻找下一个 BOSS。离开森林后，我带着周仓来到了新手村西边的荒芜山谷，这里就是我的下一个目标。走吧。这里的怪都是8级的石巨人，防御力很高，一般的玩家根本打不动。但我需要这里的怪来叠加我的生命值，就从这里开始。这个位置正好。每一箭射出去，我的最大生命值就会增加一点。大哥，你为什么一直打这些石头人？他们掉的材料又不值钱。练练手感。我去，大哥这手感要练到什么时候？在刷了2个多小时后，我的血量已经来到了15000点。太好了，我的血量已经来到了15000点。大哥，你在动！这时候，山谷深处传来了一阵剧烈的震动，一个体型巨大的古代石位出现在视线里。来了，第2个目标。我让周仓躲远一点，自己直接走到了 BOSS 面前。石位举起巨大的石拳，狠狠砸了下来。自然意志。一个淡绿色的护盾出现在我身上，石拳砸在盾上，只发出了沉闷的响声。我的血条几乎没动。动作变慢了。我开始反击，每一箭都精准地射在石位的关节处。半小时的持续攻击，他终于到了极限。结束了。丁，击杀成功。看看掉了什么好东西。高级矿石材料，运气不错。太强了！2%，进度还行。周藏，走了。大哥，你刚才太厉害了！这一趟收获颇丰，我的无敌之路又前进了一步。回到新手村补给的时候，集市上已经站满了人。看，是炸天帮的林月。完了，姐来了！姐，就是这位大哥带的我。就是他。装备普通，但气质沉稳，帅到被人砍。你好，我是炸天帮的林月。听周藏说，你一个人就能无伤刷 BOSS。运气好而已。无伤刷 BOSS， 这可不是运气能解释的。运气，那就用实力说话吧。年薪1000万，加上工会最好的资源。1000万？我没听错吧？炸天帮真下血1000万一年，确实诱人。只要你愿意加入，你就是我们的首席副会长。首席副会长，不好意思，我习惯一个人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勉强了。以后如果想打大型副本，可以随时找我们合作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点点头，转身走进了药店。周仓想跟着我，却被林月拎着耳朵拽走了。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我心里松了一口气。走了。
拒绝了工会，我也能专心处理自己的事了。现在该去办正事了。时间还早，把用不上的材料换成钱。看来这些稀有材料很抢手，下一笔医药费有着落了。离开村子没多久，我就感觉到身后有人跟着，看来麻烦自己找上门了。想玩捉迷藏，那就陪你们玩玩，找个安静的地方解决掉。我故意放慢脚步，走进了路边的树林里。这里就挺合适。快围上去！这些人是职业抢劫团伙，专门盯着那些单打独斗的高手。哼，小子，听说你身上有不少好装备，把刚才 BOSS 掉的东西交出来，我们放你回城。如果我不交呢？那就杀到你3号！兄弟们，上！上！前行，正面冲锋，真是老套的战术。围住他！来吧，让我看看你们的本事。一连串的伤害数字跳了出来，但我的血条几乎看不出变动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有多少血？无知。打完了，该我了。一个都别想跑。不到1分钟，树林里就躺了一地的尸体，不堪一击。血狼吓得转头就跑，但我没打算放过他，一记追踪剑直接清空了他的血条。清静了。地上掉了一堆低级装备，我连看都没看一眼。这种小插曲纯粹是浪费时间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游戏世界里，只有把那些跳梁小丑打痛了，他们才会明白什么叫规矩。而我的路还很长。穿过荒野，我来到了第3个 BOSS 的所在地——黑寡妇洞穴。这里到处都是粘稠的蛛网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毒气。为了妹妹，我必须进去。任务目标就在里面。找到了。洞穴深处，一只巨大的毒蜘蛛正趴在网上，警惕性很高，一击必须命中要害。就是现在，来了！好险！腐蚀性极强。他在召唤同伴，数量太多了。自然意志启动。擒贼先擒王。最终，庞大的蜘蛛尸体倒在了地上，成功了。任务物品，我捡起 BOSS 掉落的毒囊，这可是制作高级毒素剑时的好东西。拿到了，还差7个。离线。回来了。我回到了现实中那间简陋的出租屋，看着手机里的银行卡余额，我心里踏实了很多。又凑够一笔，得赶紧去医院。妹妹，等我。妹妹的手术费已经凑齐了，医生说只要手术成功，她就能重新站起来。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在那个游戏世界里，我一定要变得更强，因为那不仅是游戏，更是我们兄妹俩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从医院回来后，我重新登录了游戏。妹妹的手术安排得很顺利，这让我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。刚一上线，我就看到林月站在村口。大
大神，你可算上线了，等你好久了。找我有事？我记得我说过不加工会。不是拉你入会，我们在北边发现了一个隐藏副本，叫哀嚎矿沟，里面的 BOSS 物理防御高的离皮，我们工会的精英团打不动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既然是隐藏副本，奖励应该不错吧？有戏，得赶紧把条件说出来。那是当然，掉落的装备你先选，另外我再付你50万作为劳务费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带路吧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只负责输出，指挥权归我。没问题，只要能过关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希望这次能成功。那个哀嚎矿洞以前是矮人的地盘，后来被一群地穴恶魔给占了，里面地形复杂得很。地穴恶魔，物理防御高，看来得用点特别的法子。林月姐怎么带了个弓箭手来？我没理会那些质疑的目光，装备没问题。带头走进了黑漆漆的洞穴。会长，这里的怪攻击带毒，咱们得慢慢推过去。矿洞里的光线很暗，到处都是游荡的地穴蜘蛛。太慢了，你们退后，我来开路。我直接越过盾战，走到了队伍最前面。圣灵，快回来，你会被秒掉的。10几只地穴蜘蛛感应到气息，疯狂地朝我扑了过来。我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。蜘蛛的毒刺狠狠扎在我的身上，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。我的血条动了一下，但瞬间就回满了。旁边的几个战士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锁定！每一箭射出去都能带走一只蜘蛛。有神罚之水的真伤加持，这些高防御的怪物在我面前就像脆皮一样。真是个怪物。跟着他，或许真的能通关。我终于知道周仓为什么叫你怪物了。你这哪是弓箭手啊？你比我们最顶级的坦克还能扛。没过多久，大厅里的怪就被清理干净了。我的最大生命值又涨了几10点。这种一边扛怪一边加血的感觉，确实挺带劲。收获不错。跟着圣灵，感觉副本都变简单了。我们穿过大厅，来到了通往深处的铁门前。准备一下，门后就是第一个小 boss。一只浑身长满钢刺的野猪王正趴在那里啃噬矿石。这只野猪王有冲锋技能，被撞到基本上就残了。牧师准备好大回复术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我直接把它定在原地，你们在后面输出就行。给我中！乱来啊！快逃啊！可恶！大治疗术！快躲开！这冲击力扛不住的，怎么办？不是吧？又是我！快躲开！自然意志！我靠，威力惊人啊！站着硬扛野猪王冲锋，这还是人吗？竟然掉了不到1%的血！他的力气也就那样，还好啦。是时候了，那么进攻！是嘲讽！蓝盾！坏了！奶妈，安慰之心，给我！苦难之心，破！到我了，淬毒剑！万箭齐发！Lay down。这件你应该能用。不，这可是紫装。圣林，今天要是没你，我们第一关都过不去。属性还不错，
那里才是最终 BOSS 地穴恶魔君主的地方。就在我们准备前往最深处时，矿洞入口处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声。我皱了皱眉，示意大家停下。很快，几十个胸前挂着血狼勋章的玩家冲了进来。林月会长，这个隐藏副本我们血狼公会看上了，识相的赶紧滚，把 BOSS 奖励留下。血狼，你们也太霸道了！这副本是我们先发现的。先发现又怎么样？在游戏里，谁拳头大谁说了算。有点眼熟哦，是你之前被我在森林里单杀的渣渣。小子，又见面了。今天我带了50个精英，看你还能不能1打10。你们这些人怎么总是不长记性？我来，你们待着别动，这群苍蝇我来清理。话音刚落，几十道法术和剑矢同时朝我飞来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50个人的集火，你竟然不掉血！轮到我了。我拉开长弓，开启了快速射击。那些所谓的精英在我面前就像割麦子一样倒下。血狼吓得脸色惨白，转头想跑，被我一箭射穿了大腿。你小子有本事！没事儿，我在复活点等你复活再听你说。等等，我……哦哟，野外 PVI 掉装备喽！这都啥跟啥？这么猛的吗？人比人，气死人哦！谢谢。那这些装备都是咱们的，一个不留。我们终于来到了矿洞的最底层。这个煞气！卑微的爬虫，竟敢打扰我的长眠！退避！有点意思。那么，这招如何？我直接顶在最前面，用身体挡住了所有的冲击。林月，带人从侧面输出。听他的。是。增幅。退避。嘲讽。区区蝼蚁。跳劈。我都说了，区区蝼蚁怎敢放肆！9天连剑！可恶的人类！快走！强力击！换我了！退避！嘲讽！可恶！你没事吧，奶妈？治疗术。哦哟，还挺毒。不仅有减速，还有持续100%扣血。但在我15000多点血量面前，这些扣血速度还赶不上我的回复速度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管我！9天连剑！爆裂剑！该反击了，受死吧！火！最后一击！领主发出一声惨叫，身体碎成了无数骨片。恭喜玩家完成哀嚎矿洞首杀，赢了！圣灵，你真是神了！我捡起地上掉落的一枚闪着紫光的戒指，增加生命商业的好东西。你想要啥？直接拿去就好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现实通讯器突然响了。喂，你好，佘先生，你妹妹的手术非常成功，她已经醒了，一直在叫你的名字。在游戏里拼命了这么久，为的就是这一刻。抱歉，我有急事要先下线，报酬你直接邮箱就行。哎，等等！没等林月回应，我直接选择了原地消失。摘下头盔，我疯了一样冲向医院。哥，妹妹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妹妹，现在感觉身体咋样？有没有哪里不太舒服？哥，在医院陪了妹妹一整天后，
妹妹，那晚上有什么事情可以叫护士姐姐，哥哥就先……我懂，哥你先回去吧。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天哪，第一梯队的玩家已经快要离开新手村了。唉，猎杀 BOSS 的任务还剩下5个。听说了吗？在村子东边的幽灵墓出现了一个极其强悍的 BOSS。听说那个骷髅将军一刀就能秒掉一个满血战士，根本没人扛得住。太难了，估计得等大家等级再高点才能去碰。嘿，兄弟！哟，兄弟，你来了！兄弟，消息可靠吗？是的，一起去吗？我可以。没，我只是来问问。别人扛不住，不代表我扛不住。我现在的血量已经快接近2万点了，正愁没有强力的怪来试手。骷髅将军嘛，正好拿你来凑任务数。这个时候来消息，血狼公会的人在那边守着。啊，圣灵，你要小心点。血狼这次带了不少高手，好像是总会那边派人过来了。没事，他们要是敢拦我，那就一起清理了。没事，来一个我干一个，来一群我破一群。血量上限+1。这个副本，我势在必得。有情况要回去汇报。今天这个副本谁都不能给放过去，这副本是我们血狼公会的。是，大哥，有情况。什么情况？大哥，是一名弓箭手。几个人？1个人。哼，一个人也敢闯吗？有点意思。哟，这么多人吗？是谁？请问咱这边是幽灵墓地副本吗？一个小小弓箭手，怎么想单枪匹敌挑战副本？怎么不可以呢？此地被血狼公会包场了，闲杂人等滚开！这墓地是公共区域，你们凭什么包场？凭我们人多，凭我们拳头大。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下解决。如果我像今天就进去呢？小兄弟，我看你有些熟悉呢。你不会就是那个杀掉血狼分部废物的弓箭手吧？我说怎么这么熟悉？这不废物血狼公税吗？我说你们咋长得这么像？跟败在我手中的那个所谓血狼分部的一样。你们不会就是同一个人吧？大约有30多人，全是精英职业，装备也比之前的杂鱼好上不少。怎么吓傻了？现在跪下来磕个头，或许我们大哥就能饶你一命。你们的话太多了。这伤害，快，所有人集火，杀了他！受死吧！自然意志。什么？我之后过复活点再找你聊天哦，亲亲。小子！拜拜。呀，比之前的强哦。那这一招呢？9天连珠，血场龙骑破军。既然如此，我也玩一玩吧。金狮。不！还行，结束战斗。何人？哦，生者的气息，死！崩坏！自然意志。不愧是坐在王座上的，劲儿够大。行吟技能发动，骷髅将军的防御很高，但行动缓慢，要寻找弱点，逐个击破。找到了，9天连珠。哼哼，愚蠢的人类，这点力量要如何伤我？反应速度还行，但攻击模式太单一了。好家伙，我说怎么一路上一个小怪都没有，在这儿等我呢？该我的回合了，万箭齐发！
血量上限+1，血量上限+1，血量上限+1。卑鄙的人类！坏了，才怪！自然意志。哼，是时候了。金狮。可算是结束了。恭喜玩家完成了幽灵墓地首通。看样子，这就是进入墓地更深处的隐藏区域的道具了。虽然血量高，但是一次战斗消耗的还真的多。现在惹恼了血狼公会，装新手宝宝不太行了。唉。这里面还有更强大的气息在等着我。穿过狭窄的走廊，我来到了墓地的最深处。这里没有骷髅，只有漫天飞舞的白沙。一个漂浮在半空中的幽灵新娘正发出凄厉的哭声。第7个 BOSS， 他和之前的怪物不一样，他的攻击不是物理伤害，而是直接作用于精神的灵魂攻击。为什么要抛弃我？你们都要受罚！无视防御的灵魂伤害吗？有点意思。如果是普通玩家，这一下估计就直接回城了。但我有2万点血量，这种程度的伤害我还能扛得住。闪避物理攻击吗？我闭上眼睛，不再用肉眼去看，而是凭着前世的战斗直觉去感知空气的波动。捉到你了！随着新娘的消散，变为了一颗晶莹剔透的灵魂结晶。这东西可以永久增加精神抗性，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。谢谢。原来如此，是这样吗？短短半天时间，我就连下2城。这种杀怪如割草的效率，如果传出去，恐怕会吓死那些大公会的会长。任务完成，该回去交差了。这么晚了，谁还在这里？他发现路边的老树下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。这老头有点不对劲。年轻人，你身上有那女娃的气息，是你解脱了她。你是谁？一个被时代遗忘的铁匠罢了。看你这身本事，不该窝在这个小村子里。那地方有3个远古巨兽，他们守护着通往主城的传送阵。如果你能杀了他们，就能获得真正的传承。落日谷，多谢提醒。我看了看地图，那3个叉号的位置正好对应着我剩下那3个 BOSS 的目标。看来这个老头不是普通的 NPC，而是一个触发高阶任务的关键人物。
多谢。回到村子，我把一些用不到的蓝装挂上了拍卖行。现在的我不仅仅是等级领先，财富也已经积累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。休息了一会儿，我看向远方，落日谷，那里将是我离开新手村前的最后一站。这里的空气非常薄热，到处都是流淌的岩浆。普通玩家如果没有抗火药剂，进来不到1分钟就会被热死。但我那2万多点的血量，足以让我无视这里的环境伤害。刚进谷口，我就看到几只全身冒火的岩浆怪，我拉开弓，随手几剑解决掉了它们。我的最大生命值又涨了几点。这时候，前方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一个浑身包裹着红黑色鳞甲的巨型蜥蜴爬了出来。这是我要找的第8个 BOSS—— 烈焰地龙。皮挺厚的，不知道能扛住我几剑。我开启了自然意志，淡绿色的护盾挡住了尾击。我站在原地，像个炮台一样不断输出，在强大的真伤面前，地龙那身引以为傲的鳞甲根本没有任何作用。5分钟后，烈焰地龙庞大的身体倒在了岩浆池边。系统提示我完成了第8个 BOSS 的猎杀。我走过去捡起地龙掉落的材料，那是一颗火属性的内核。我没做停留，继续往落日谷深处走去。一片高耸入云的断崖，狂风在这里呼啸，吹得人几乎站不稳。我看到断崖的最高处坐着一只金色的狮鹫，这是第9个 BOSS—— 雷霆狮鹫。狮鹫感应到了我的到来，它张开宽大的翅膀，猛地冲向天空，几道雷电随着它的挥动从天而降，劈在我的周围。狮鹫在空中盘旋，不断发动俯冲攻击，它的速度极快，普通的弓箭手根本跟不上它的动作。飞得挺高，可惜你遇到了弓箭手。但我有前世的战斗经验，我能预测它每一次落下的位置。来得好。好敌手，晚安。这是制作家族装备的极品材料，蕴含的力量果然不同凡响。就在我准备进入黑洞挑战最后一个 BOSS 时，平原上突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玩家，带头的是个穿着金甲的骑士。站住！乌合之众，不足挂齿。帅到被人砍，你杀我们那么多人，今天必须有个交代。交代？你们包场刷怪，技不如人被杀，还要什么交代？哼，在这个游戏里，工会的面子就是规矩。环视四周，100个精英玩家，这已经是目前新手村能调动的最强战力了。既然你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玩。上！
能，你应该被秒了。打完了吗？该我了。就这，我怎么输啊？这不可能！你到底穿了什么装备？为什么我们的攻击对你没用？不是我太强，是你们太弱了。是你们太弱了。每一箭射出都会在人群中炸开。那些所谓的精英战士，在我面前连一箭都扛不住。下一个，那些试图近身的刺客还没碰到我的衣服，就被我反手一剑秒杀。我的生命值上限在不断杀人的过程中，竟然又涨了一截。不到10分钟，原本气势汹汹的100人精英团，只剩下副会长一个人，孤零零地站在那儿。别杀我，我们可以商量，你要多少钱都行。我不需要钱，我只需要你们滚出我的视线。这些劣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远处的树林里，不少躲着看热闹的散人玩家都看傻了。他们录下了这一幕，发到了官方论坛上。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帅到被人砍这个名字将成为所有工会的噩梦。摔倒被人砍。我转过身，走向那个散发着邪恶气息的黑洞。最后一个 BOSS 就在里面，只要杀掉他，我就能拿到村长的最终奖励，离开这个新手村。离开这个新手村。洞穴深处非常安静，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在回荡。祭坛中央，一团黑雾正在缓缓凝聚。这就是新手村的最终 BOSS 魔王之影。它没有固定的形态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黑影。贪婪的冒险者，你竟然真的敢来到这里！随着他的声音落下，一股巨大的压力席卷而来，我的动作变得迟缓，甚至连呼吸都有些困难。这是 BOSS 自带的威压效果，会强制削弱玩家的属性。开启自然意志。免疫物理伤害吗？看来只能靠神罚之手的真伤了。只要我的剑能碰到他，哪怕只是擦个边，真伤也会生效。我是你，你也是我。我开始改变策略，不再追求射中要害，而是利用密集的普攻进行覆盖，战斗变得异常艰难。我知道，只要再坚持一会儿，这场最后的猎杀就能画上句号。我稳住身形，再一次拉满了长弓。
祭坛上的黑雾越来越稀薄，魔王之影的叫声也变得虚弱。不可能！你只是个卑微的凡人，怎么可能伤到我的本源？凡人也能屠神，更何况你只是个影子。我拉满长弓，使出了最后一招蓄力射击。箭矢带着刺眼的白光，直接贯穿了黑雾的核心。随着 BOSS 倒下，一道巨大的金光从我脚下升起，我的等级瞬间提升到了10级，这是新手村的等级上限。与此同时，任务面板上的进度条终于达到了满值。我在祭坛中央捡起了一个暗紫色的宝箱，这是魔王之影掉落的奖励。完成任务后，我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奖励。黑洞开始崩塌，我没有停留，直接捏碎了灰尘卷轴。白光一闪，我重新回到了热闹的新手村广场。现在的我，浑身散发着强者的气息，周围的玩家纷纷侧目，却没人敢靠近。我步履匆匆地来到村长家，那个老头正悠闲地坐在摇椅上喝茶，看到我回来，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金光。你竟然真的做到了，10个 BOSS 一个不少。任务完成了，奖励呢？村长放下茶杯，站起身走到我面前。他从怀里掏出一枚古朴的戒指，上面刻满了复杂的符文。这枚戒指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当我接过它时，恭喜获得唯一特殊装备——净化之心。你的天赋已提升至3星，效果1：普攻造成自身5%生命值的真伤。效果2：每次普攻永久提升5点生命值。5%的真伤，每次普攻加5点血，这简直是要上天啊！升级后的天赋让我的战斗力翻了好几倍。年轻人，这只是开始，去主城吧，那里有更大舞台等着你。有了净化之心，我在这款游戏里的成长上限已经无人能及。在前往主城之前，我选择了暂时下线。我推开病房的门，阳光洒在床头。哥哥，你来啦！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，下周就能出院回家了。那就好，到时候哥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哥哥，你在那个游戏里真的很厉害吗？我听护士姐姐说，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一个叫帅到被人砍的玩家。还行吧，赚够了给你买大房子的钱。陪妹妹聊了一会儿，确认她的身体没有大碍后，我回到了租住房。现实中的生活正在变好，而游戏里的征程才刚刚开始。主城，我来了！主城，我来了！穿过传送阵，一阵喧闹声扑面而来。眼前的建筑高耸入云，街道宽阔的能并排跑几十辆马车。这里是华夏区4大主城之一的青龙城，街道两旁到处是高级 NPC 和摆摊的玩家。快看，又来个新人，才10级就敢来青龙城，估计又是哪个大公会带上来的菜鸟，不用管他。呵呵，我现在的血量已经突破了3万点，真论起战斗力，这城里恐怕没几个人是我的对手。我先去了城里的转职神殿，完成了弓箭手的正式转职。分裂剑这技能配合我的真伤天赋，打群怪效率将变得极其恐怖。刚走出神殿，我就被几个穿着统一制服的玩家拦住了。新来的，想在青龙城混，先交100个金币的入城费，这是我们工会的规矩。规矩？我的剑就是规矩。小子，看来你是想回新手村重练了。哥儿几个，教教他怎么做人。战士的长剑砍在我的肩膀上，只带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伤害数字。就这点力气？这家伙怎么回事？力量属性比我还高。这只是生活的开始，
青龙会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去哪里能继续刷生命力呢？顶级副本青龙秘境即将开启，诚邀各路高手前往开荒。秘境吗？听起来是个刷血的好地方。青龙秘境的入口处，此时已经围满了各大公会的精英。兄弟，这里的怪物都在20级啊！快看，那个10级的弓箭手进去了，他疯了吧？天啊，估计是进去送死的。现在的年轻人为了出名，真是不想要命。刚进秘境，一群青鳞巨蟒就围了过来。试试威力吧，试试威力吧。这种群刷的感觉，比新水村快了不知道多少倍。秘境深处传来一阵龙吟声，我知道那才是真正的挑战。秘境中层的祭坛上坐落着一只巨大的青色石像生。当他感应到我的气息时，石壳纷纷脱落，露出里面闪烁着雷光的躯体。这是25级的准 BOSS 雷霆守卫。闯入者4，好快！巨大的雷锤带着电流狠狠砸下，我没有躲闪，而是选择了硬碰硬。跑了。这把武器简直对我来说是如虎添翼。我看向秘境的最深处，眼里的战意越来越浓。就在我准备进入最终大厅挑战秘境之主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。我回头一看，竟然是青龙会和血狼公会的联军，足足200多号人，把出口堵得死死的。帅到被人砍！你杀我成员，抢我秘境，今天你插翅难逃！哼！小子，我知道你血厚，但我们这里有200个精英，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你！哦，200人，看来你们是把家里都带过来了啊！
对方没有废话，直接发动了进攻。漫天的魔法和箭矢像暴雨一样落下。我开启了自然意志，一个巨大的绿色护盾将我笼罩。那些攻击打在护盾上，发出的声音密集的像爆竹一样，但我的血调动都不动。既然想玩，那就都留下吧。哦，原本整齐的阵型瞬间乱作一团，所谓的联军在我面前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。不到5分钟，大厅门口就只剩下一地的装备和钥匙。2大公会的会长脸色惨白，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。我随手2件送他们回城。这些人在我眼里已经和路边的野怪没什么区别。我转过身，推开了通往秘境终点的大门。王座上，一只长达100米的青色巨龙正盘旋在那里。它是这个副本的终极 BOSS 青龙之影。凡人，你身上的气息很奇特，但这并不是挑战神明的理由。神灵，在我的剑面前没有神灵。我顶着龙息往前冲，血条虽然在下降，但我的速度没有减慢半分。雷霆长弓拉成满月，一记蓄力剑直奔巨龙的眼睛。青龙之影发出一声痛吼，巨大的尾巴横扫过来。我在空中一个翻滚躲过攻击，落地后疯狂射击，每一剑带走的真伤高达数万点。巨龙的血条虽然长，但也经不起这种恐怖的消耗。战斗进入了白热化，巨龙不断发动雷电和风暴，试图将我撕碎。当我那10万点的血量成了他无法逾越的屏障。随着最后一剑射入他的心脏，青龙之影发出了最后一声哀鸣。小友很强，但屠龙者终成恶龙，你有这等觉悟吗？前辈，我之执念可伐天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友当真豪迈，那便接好我的龙魂。前辈，一路走好。恭喜玩家首通青龙秘境，获得称号屠龙者。我站在祭坛中央，等级直接飙升到了20级。就在我准备拾取奖励时，整片天空突然变成了暗紫色。游戏与现实融合开始，游戏与现实融合开始，倒计时10秒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世界陷入了一片混沌。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我正站在妹妹所在的医院楼顶。我发现我手中的雷霆长弓竟然真的出现在了现实中。
而我的身体里涌动着排山倒海般的力量。街道上到处是惊慌失措的人群，天空中裂开了无数缝隙，各种游戏里的怪物正疯狂地涌出。世界末日真的降临。一只巨大的飞行怪兽发现了医院，正俯冲而下。我冷哼一声，拉开长弓。这一剑，为了妹妹。一道金色的剑光划破长空，那只怪兽还没靠近，就化成了一团血雾。几天后，怪物巢被我凭一己之力生生压制。我站在医院门口，脚下堆满了怪物的尸体。是他，真的是他救了我们。该怎么感谢他？圣灵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这个世界已经完了。世界吗？我只是想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妹妹在我的照顾下，身体已经完全康复。危机真的过去了吗？无论前方有什么，我都会守护到底。走吧，妹妹，我们回家。